很多朋友生活中都有跟风买东西的习惯，如果是小件物品，决策失误也没啥，要么退货，要么损失点小钱。但如果是买家具、家电这类的大件物品，劝你要谨慎，因为一旦发现不好用，那就是进退两难，退货麻烦，运费高，放在家里占地又吃灰，就算想扔都嫌麻烦。这一期咱们就来盘点一下容易沦为大垃圾的8个家居大件，听劝咱就别往家里搬了。1. 上翻式梳妆台，爱美之心人皆有之，很多女孩子在装修新家时，都会在卧室的角落里给自己安排一个梳妆台，来弥补以前没有专门化妆地方的遗憾。但实际上大多数的梳妆台都超级难用，特别是上翻式的，坐着化妆看不清不说，腿还伸展不开，那叫一个不舒服。而且每次使用前还得把堆在上面的物品挪空，麻烦得很。更关键是化妆时手臂还没有支撑点，遭罪又心累。久而久之才发现，还不如去卫生间镜子前化妆来的省事和舒心。结果花大价钱搬回家的梳妆台就沦落为食之无味，扔掉可惜的生活家居大垃圾。2. 床尾凳，和梳妆台一样没用的，还有一个堪称卧室空间杀手的床尾凳，常年霸榜鸡肋家居榜首。很多朋友买它之前都幻想着可以用来放置脱换下来的衣服，坐在上面换鞋也很方便，但事实上这就是个伪需求。等到实际入住后才发现，对它的利用率根本不高，甚至是几乎为零。时间一长，就彻底沦为堆放杂物的地方，不仅让卧室显得更乱，打扫房间时也是超级碍事。实话实说，这个床尾凳对大多数家庭来说根本没啥用，尤其是小户型，还占地方。如果换衣服就随时挂进衣柜，脏衣服丢进脏衣篓，睡前读物和手机放在床头柜，拿取也更方便省事。试问一下，咱们买它何用呢？3. 跑步机，很多对身材管理不佳的人都企图拥有一台跑步机，就能让自己下定健身减脂的决心。如果你也是这样想的，我劝你要冷静。事实上，大部分的家庭跑步机的新鲜期都超不过3个月，之后就统统被闲置，要么当家里的晾衣架，要么就是杂物叠放区。不信的话，买之前你可以去二手转让平台看一看，上面的跑步机几乎都是8、9成新的在转手，成交率还很低。所以真想要健身减肥，都不如饭后去楼下的小区、公园跑跑步，就算坚持不下来，起码钱包没损失。4. 空调扇，千万别被它的名字给忽悠了，这个玩意跟空调一点不沾边，完全没有制冷的效果，我愿把它称之为加了冰块的电扇。说白了，如果想让它发挥作用，就需要你每隔几小时就得频繁的更换里面的冰晶，不然吹出来的风也是热的。而且这个东西噪音还大得很，晚上开它吵得你根本睡不着觉。普通电扇的功能，价格还贵得离谱，千万别买。对了，它还有个孪生兄弟叫厨房凉霸，这个凉霸也一点不凉，冬天用不上，夏天吹热风，鸡肋得很。5. 洗烘一体机，说一个扎心的现象，市面上的一些洗烘一体机售价比普通洗衣机还便宜，你猜是为啥？很多人看到这种洗衣和烘干于一体的都会很心动，看着高级不说，还节省空间。但等到实际体验过才发现，难用到戳心戳肺，尤其是干衣功能。有网友吐槽，家里的洗烘一体机8公斤的容量，最多只能烘干3公斤的衣服，而且耗时还很长。就算是烘干袜子、内衣裤之类的小件，也得1个半小时打底。大件衣物想要烘干后直接就能上身穿的场景也根本不存在，烘干后的衣服都是皱巴巴的，有些面料还缩水严重。听到这些槽点，如果你还非要往家里搬，我也拦不住。6. 各种网红造型沙发，现在市面上的网红款沙发确实颜值出众，什么云朵、大黑牛、大象耳朵、钢琴键、帆船、像素沙发等等，多到数不胜数。讲真，这些沙发不论是造型还是质感都没有能挑剔的地方，摆在客厅里也很显气派。但说句良心话，也许会得罪人，等你入住后就会发现，他们都会有一个共同的毛病，就是坐靠在沙发上，脖子没有枕的地方。因为这些网红沙发的靠背都很短，就导致休息时没有支撑你脖子的位置，所以一旦你在沙发上靠的时间久了，就会感觉脖子很疼。不信的话，你们就去试一试。7. 网红羽毛灯，卧室里装个羽毛吊灯，一定是各路小仙女最得意的装修设计，飘逸的造型，质感也是无可挑剔。如果你也心动了，我劝你别冲动，因为它的美感花期很短。时间一久，你会发现它的羽毛会由最初的白色到灰色，再到黑色，因为招灰是它躲不掉的缺陷，而且脏了你还不能洗，一旦勤快了，借用网友的话形容，就是鸵鸟毛，瞬间变身乌鸡毛，那叫一个惨不忍睹。不洗吧，灯光的光线还会越来越暗，就是个美丽的废物。8. 一堆清洁电器，但凡提到做家务，多数人都会摇头，即便是勤快的人也同样烦恼。
所以才导致市面上的清洁电器层出不穷，什么擦窗机器人、吸尘器、除螨仪，还有大件的洗地机、蒸汽拖把、扫拖一体机等等，多如牛毛。我家因为都不爱做家务，因此这些年几乎买了个遍。但有一说一，大多数的清洁电器并没有他们宣传的那么好用，所以最终的结果普遍都被闲置。因此也奉劝大家入手前需谨慎。像我家目前还在用的，也就剩下个扫地机器人了，其他的电器都扔在角落里吃灰了。不可否认，如果是买生活小物，往往可以随心所欲，因为即使决策失误，也不会造成很大的麻烦，无非是浪费点小钱，忍痛丢掉罢了。但如果是给家里添置大件物品，不管是家具还是家电，都需要谨慎一点，因为一旦买到不实用的大垃圾，就会变得进退两难。直接丢掉，浪费钱不说，也心疼；留着吧，又不好用，还占地方。比如本期分享的这8样，就是典型的家居大垃圾。听劝，咱就别再往家搬了。1. 长绒地毯，大家对于地毯难打理的错误认知，都是拜它所赐。视觉的蓬松感，柔软的舒适度，依托于这种天然的卖相优势，直到今天还有很大的市场，但基本用过的人都不会再用了。很多人口中难打理、长虫的地毯，其实说的就是长毛地毯。网友艾特小赖熊，我买过长毛的，半个月没洗，里边黑的污垢，头发啥都有，想拿去洗，还结块，恶心的直接丢了。网友艾特爱吃香菜，谁能理解家里有长毛地毯的痛苦？不能机洗，只能手洗，真的好累。关键句能藏垃圾，虽然好看，但要一直清理，烦死。2. 按摩椅，不是说按摩椅不好用，只是功能太单一，闲置率高。不信的话，你去二手转让平台搜一搜，大多数都是8、9成新，甚至几乎全新的在转手。所以，如果你是3分钟热度的宝宝，劝你别买，因为浪费钱。对于大多数人来说，当新鲜感褪去，也就忽略了它的存在，最终沦为堆放衣服的地方，关键还吃灰占地方。网友艾特二宝妈，丽姐，我加斥巨资买的按摩椅是老公过生日指定要的礼物，如今入住我家2年多了，就买回来第1个月，用了10几次，现在是扔不了，也卖不掉，成天堆衣服，还特别占地方。3. 消毒柜被网友戏称为厨房里最没用的电器，因为使用次数比任何电器都要少。毕竟家是私人场所，又不是酒店、饭庄，平时吃饭的碗筷基本上都是天天洗，真的没什么消毒的必要。最终花2、3千买的大件电器，也只能沦为碗篮、碗柜用，鸡肋得很。网友艾特山西酱醋茶，我家消毒柜装了3年，用了不到3次，一点不夸张。就算是疫情期间都没用，反而是用开水消毒来的实在。网友艾特鸭梨，2000多的消毒柜彻底沦为了碗篮。没装洗碗机后不后悔不知道，装了消毒柜超级后悔。这玩意还不如碗篮实用，放刚洗好的碗，水会直接漏在地上，还得拖地。4. 洗烘一体机，号称集洗衣和烘干功能于一体的洗衣机，看似高级，节省空间，真正用起来那叫一个扎心。想必大多数人用过一次就知道它的弊端，干衣功能太鸡肋。比如8公斤的洗烘一体机只能烘干3公斤的衣服，想象中洗完衣服直接烘干的场景根本不存在。还有不少用户吐槽，烘干后的衣服表面都是皱巴巴的，对衣服面料伤害极大。网友艾特恩小童鞋，听劝不要买洗烘一体机，会变得不行，烘干要很久，薄的内衣裤打理1个半小时，晒微多一点的衣服外套要烘3、4个小时，甚至5小时。总结一下，加了烘干功能就算没有，日常保养也变得麻烦，还增加了故障率。鸡肋不说，价格还贵，不如老老实实买个洗衣功能的。5. 吊椅，不要买吊椅，不要买吊椅，不要买吊椅。重要的事情说3遍。这个鸡肋家具常年霸榜，鸡肋榜第1，还常年有人买，真的不理解。或许是它能给人提供一种少有的情绪价值，看到它就有一种很放松、很慵懒的感觉。说到实际体验，不仅不舒服，躺久了还腰疼。此外，还是吃灰占地方的一把好手。真想享受，就去买单人休闲椅，比这玩意实用太多。网友艾特初一大肥，这玩意简直无法吐槽。没买之前心心念念，入手后就后悔。坐着受力不均，极不舒服，关键在上面晃几分钟就晕得想吐，简直鸡肋。网友艾特是小陈陈呀，阳台吊椅3年了，又大又占地方，终于下定决心白菜价转手了。搬走的瞬间，心情都变得不一样了。6. 跑步机，如果要问家庭中最鸡肋的家居用品是什么，一定会有人说是跑步机。没错，众所周知，家庭跑步机的重要功能之一就是挂衣服，当然放鞋子、堆收纳箱也不在话下，所以也被众多网友亲切地称呼为昂贵的衣服架。对了，这些年跑步机的用法也一直在迭代换新，甚至有人开始用它挂腊肠了。
网友艾特福宝小皮蛋，我跟你说，跑步机要想不闲置，一定要往大了买。这东西够大就可以晾被单了，非常好用。我有经验，听我的。网友艾特夏果裹了一个洞，说实话一直纠结想买一台跑步机，偶然看到亲戚家的，直接劝退了。7. 厨房凉霸，别看它名字很霸气，但和空调没半毛钱关系，实际上就是吹风原理和风扇一样。所以说，如果是夏天暴晒的情况下开启，吹出来的风也是热风，一点降温的作用不起。还有，如果受不了直吹头顶风的，也别买。老妈家之前装了一个，说对着脑壳吹的头疼。另外，如果家里用燃气，风吹下来还会影响火苗，不是变小就是偏的。网友艾特熊熊的家，这玩意儿产出的那点风量还抵不上它的噪音，关键是吹出来的风和凉完全不沾边。过来人经验，要想厨房降温，就装空调一步到位。网友艾特橙子和汤圆，凉霸妥妥的智商税。入住2年，经历2个夏天，总共用过3次。大夏天在厨房做饭，开个凉霸等同于吹电热风，并且密密麻麻的小孔，还是个藏油渍的高手。含泪总结，除了吸油，别无任何用处。8. 各种小厨电，我敢打赌，大多数家庭的厨房里都会翻出来一堆闲置的小家电，什么早餐机、豆浆机、榨汁机、蒸蛋机、三明治机、酸奶机、煮蛋器等等。商家靠着功能细分的策略，有各种各样的名头让你买单。虽说大部分人都有一颗想成为厨神的心，但实际上每天忙得鸡飞狗跳的，哪有闲暇心情和时间做早饭？所以这些五花八门的厨房小家电，日常能用到的次数真的是屈指可数。网友艾特甜蜜梅子酱都说差生文具多，一个星期做不了1次饭，但小家电可一样不少。空气炸锅扔了，榨汁机扔了，面包机扔了，电磁炉送人了，现在就剩下微波炉和烤箱了。结语：奉劝大家，买任何东西的前提是生活中需要，并且能用得到，而且是经常用，利用率高，这样才会物有所值。千万别冲动消费，花钱买闲置品，放在家里不仅落灰，还占地方。网友艾特66的装修中，花了20-30万装出来的房子，一股廉价感，好心空。我相信和上面这位业主家有类似情况的，并不少见。明明花了很多心思和心血，但最终的效果却不堪入目，甚至有一种廉价风。这一期小东给大家分享7个容易导致出现廉价感的装修设计，如果你家也在用，听劝赶紧换掉，否则的话钱没少花，还可能装出很土很 low 的效果。1. 深灰色瓷砖，听劝，只要你家不是大别墅或豪宅，一定要避开深灰色地砖，千万别相信什么灰色高级，深色显档次。事实上，铺到你家里是压抑又显暗，尤其是再搭配大白墙装修，瞬间给人一种出租屋风格，满满的廉价感。网友艾特请不要熬夜女士，人生中的第一套房子就踩坑了，选了深灰色瓷砖，几十万花出去了，跟高级一点不沾边，这个家我已经不想要了。网友艾特你好，童年孩子他爸一味追求深色，说有高级感，今天去工地一看，这糟糕透顶的颜色真让我尴尬，就想问这么乌漆麻黑的效果怎么来的高级感？小东建议记住，非灰色系不选的话就选浅灰或中灰，采光不好的就选暖色系，后期软装搭配好了，一样能装出高级感。2. 黑色过门石，不管你家的瓷砖有多贵，花色有多高级，只要和黑漆漆的门槛石一搭配，那种突兀感立马就上来。这都2024年了，还在用10年前的装修方式，能不土吗？铺上过门石，不仅会让空间割裂，还会影响地面的整体性，那种大气通透的感觉也消失不见了。网友艾特曾小姐的家，当初我说不要铺过门石，老公非不听，现在怎么办？这个门槛石我只能用4个字形容，就是巨丑无比。网友艾特教皮卡丘，装修前计划不要门槛石的，但中期熬不过设计师，还是听了他的。现在这样黑黑的一条真的是太丑了，越看越别扭。小东建议地面瓷砖通铺，颜色统一，还显高级大气。如果客厅铺瓷砖，卧室铺地板，衔接处建议用金属压条过渡。3. 双拼色窗帘，别总想着通过拼色、撞色来彰显自家装修的与众不同和个性，这种东西搭配不好就是丑，不接受反驳。特别是近些年流行的拼色窗帘，2种不同颜色搭在一块，看上去不但不会显惊艳，还会给人一种很扎眼的感觉。此外，拼色窗帘也很难与地面、墙面、家具做到和谐统一，这种不协调感最终导致非常容易显丑、显土。网友艾特童安安买窗帘的时候，让销售一顿忽悠，说什么流行深色窗帘纯色太单调，刚挂上时感觉还好，现在越看越丑。网友艾特遥遥不相识，家人们窗帘颜色没选对，还影响整体装修效果了。
卧室选了拼色窗帘，翻车了，跟我家的装修风格完全不搭。小东建议，切记家装颜色越少越高级，同一个空间不要超过3个颜色。纯色窗帘虽然不会太惊艳，但100%不会出错。4. 闪亮的美缝。瓷砖美缝的作用就是用来弱化砖与砖之间的缝隙，来提高整体美观性，同时还能兼顾防水防污。但有些人真不知道是什么脑回路，偏偏去选择那些亮眼的颜色，什么闪亮的金、贵族的银，硬生生把缺点给放大了。做完的效果那叫一个扎眼，显得非常廉价。网友艾特浩浩妈妈，富贵迷人眼，一点不加。在我家装修上体现的淋漓尽致，婆婆坚持给我选了金色的美缝，真的是土不土，洋不洋，瞬间觉得翻车了。网友艾特咕噜咕噜说什么贵族与高级，这个亮亮的效果真的愁哭我了，好心疼我精心挑选的瓷砖，搭在一起太土了。小东建议，美缝存在感越低，越显通透美观，这一点毋庸置疑。所以想要效果好，自然要选瓷砖相近的颜色，才能做出浑然一体的感觉。5. 笨重大茶几。但凡在客厅中间摆放个笨重的大茶几，那就是装修中最大的败笔。茶几越大越显乱，什么书本、杂志、遥控器、各种钥匙、水杯、纸巾盒堆放在上面，不管你家客厅装得多漂亮，也和高级不沾边。而且大茶几还会让空间感变得既拥挤又压抑。网友艾特许曼曼找到我家奇怪的原因了，沙发、瓷砖、墙面都没问题，翻车的应该就是这个丑茶几了吧，又占地方又显土，太俗气了。小东建议，客厅茶几的功能很单一，实在有需求，选个小巧的圆机或者沙发小边机都能代替。记住，装修未必需要多豪华，但干净整洁是基础，这样才不会显乱显廉价。6. 卫生间蹲便。当然不是说卫生间装个马桶就有多高级，但相比之下，如果把马桶换成蹲便，确实一眼望过去就是很显廉价。究其原因，是因为家里的马桶会时刻保持干净，但蹲便就未必能做到。陶瓷蹲坑周边不是脚印就是水渍的，脏兮兮的样子给人一种公共厕所的感觉，自然就显得廉价。网友艾特猪猪的小窝都说蹲坑好，好搞卫生，但也确实丑，一点空间层次感没有，有点后悔了。小东建议，蹲坑存在即合理，不否定它有一定的优势，但蹲便确实不美观、不高级、没档次。基本上卫生间只要装了蹲坑就毁了一半，不想装得像公厕就换成马桶。7. 零装晾衣架。大部分家庭装修都会把晾衣架装在阳台，毕竟这个地方通风好，阳台冲突。但实话实说，不管你家客厅装修的有多高级、多漂亮，如果放眼望过去，尽收眼底的全是阳台上凌乱的衣柜，那效果立马打折扣。网友艾特新家，听我一句劝，阳台与客厅打通的，一定不要把晾衣架装在中间，一眼望过去巨丑。再漂亮的家别毁了。网友艾特长耳兔女士，这个在阳台晾衣服真的是太煞风景了。什么极简风、奶油风，只要衣服一晒，立马变成出租风。小东建议，不想花几十万的装修毁在阳台晾衣这个细节上，不妨打破传统，改为其他晾晒方式，比如直接装烘干机，从此告别晾晒衣服，或者把晾衣架装在阳台侧方，避开视线区。当然，如果阳台区域够大，可以一分为二，做独立的晾衣空间。房子装修是一个复杂且漫长的过程，期间还会面临各种选择题。毕竟每一项装修决定都会关乎到日后的居住体验，但是实话实说，有些产品和装修设计，装与不装，好像都会带来一系列的问题，让人纠结不已。比如本期分享的这5个装修决定，装了的和没装的人都喊后悔。那到底要不要装？或许看完网友们的真实反馈，对你会有所帮助。1. 打通阳台。不可否认，打通阳台后会让客厅变得宽敞又明亮，同时还能收获最大程度的通风和采光，近些年确实受很多家庭的青睐。没打通阳台的后悔，网友艾特仗剑走天涯，当初觉得客厅地方够用，拆除推拉门也嫌麻烦，就没打通。等入住后就后悔了，东西越来越多，这个推拉门确实碍眼，客厅显小拥挤不说，光线也很差。打通阳台的也后悔，网友艾特兜兜有行，看到邻居家装修打通阳台后，客厅是真的显大，而且空间也通透，毫不犹豫选择跟风。等住进去，真正体验过才知道它的坏处。夏天热就不说了，冬天的阳台是真的冷。小东建议打通阳台，客厅宽敞，视野通透是它的优势，但少了推拉门的阻隔，冬天冷，夏天热也是它的弊端。所以还是建议要根据自己家的实际需求做决定，不要盲目效仿跟风。2. 柔光砖。柔光瓷砖和亮光砖相比，亮度低，不存在光污染，与哑光砖相比，表面光滑更好打理。
因此这些年在家装行业非常盛行。没装的人后悔，网友艾特爱吃橘子，当初一心想要铺柔光砖，结果被家人劝退，说柔光砖不好打理，最后无奈选了亮光砖，真的好后悔。没有质感，冷冰冰的，稍有不慎就变成出租屋。原本家里装修的挺好看的，全毁在瓷砖上了。装了的人也后悔，网友艾特一颗小米粒，装修选了柔光砖，多少有些后悔了。质感突出，颜值出众是真的，但超级显脏，不耐脏也是真的。怎么形容呢？但凡有点灰尘和毛发都尽收眼底。还有一步一个脚印，好真实，好贴切。入住1个月以来，基本2天一打扫，已经从最初的热爱到极度崩溃了。小东建议素色柔光砖，高级耐看且不反光，特别适合奶油风或无主灯装修。虽说有些不耐脏，但好打理。说不好打理的，大概率是选了便宜的柔抛砖。切记，柔光砖想要不踩坑，要选纹理少的肌肤釉或天鹅绒釉面的。3. 智能马桶，什么自动翻盖、自动冲洗、座圈加热，随便一项功能和体验都吊打普通马桶，也被年轻人称为提升幸福感的家电之一。没装的人后悔，网友艾特冷眼旁观的二当家，当初装修也没考虑要装智能马桶，所以也没给马桶预留电源。但上次偶尔间去同学家用过智能马桶，瞬间感觉普通马桶不香了。不用你用手翻马桶盖，不用你按冲水键，在上面坐圈还暖暖的，超级舒服。装了的人后悔，网友艾特生活碎碎念，我家花7000大洋买的智能马桶，感觉就像个傻子马桶，这钱花的真冤。你能忍受，只要有人经过，它就翻盖，坐在上面，你稍微动一下，它就冲水，天天就听它，看它在那表演。还有一次喝醉了，在智能马桶上吐，他就一边冲水一边用马桶盖拍我的头。小东建议智能马桶到底好不好用？答案是肯定的。有些人担心太智能，体验感不好的，建议选半智能的，除了是感应翻盖、手动冲水，其他功能几乎一样，而且价格也便宜，2-3千元就能入手。4. 吊轨推拉门，厨房的新式吊轨门不仅是高颜值，而且地面无轨道，自然不存在卫生死角。也不用担心走路绊脚的问题，所以近几年也风靡一时。没装的人后悔，网友艾特都小妈在装修，当初没装吊轨是感觉吊轨的门不太稳定，家里有小孩不安全，就选择了地轨，但没入住呢，这个轨道就被各种不明东西刮得掉漆到惨不忍睹了。另外拖地也不好拖，必须拿抹布一个轨道一个轨道的擦，真的后悔死了。装了的人也后悔，网友艾特6味地黄丸吊轨门用了2年，后悔了。讲真，它并没有想象中实用，密封性一般，炒菜时油烟外漏，隔音也不好，稳定性也不如地轨门，推拉次数多了就会出现晃动的情况。还有不耐用也是真的，推拉不顺畅，卡顿出了问题，有些配件还只能换新，不能维修。小东建议，其实地轨和吊轨都有各自的优缺点，吊轨门颜值高，卫生好打理，地轨门稳固性高，更实用。到底选哪种就看怎么取舍了。个人建议选极简地轨，既兼顾美观、好打扫又安全稳固。5. 卫生间壁龛，卫生间做砌墙壁龛可以增加空间利用率，而且拿取洗漱用品也方便省事，视觉上也起到一定的装饰效果。没做壁龛的人后悔，网友艾特大福的家，我家卫生间本就不大，考虑到做壁龛还得砌墙，担心压缩面积，就放弃了。也觉得家装置物架不美观，就让瓦工单独砌了3个隔板，结果是又丑又不好用。做了壁龛的人也后悔。网友艾特装修中的中年妇女，我一直以为壁龛就是在墙上掏个洞，没成想还要增加一堵墙。本来卫生间宽度就小，这下洗个澡想转个身都费劲，后悔也晚了。还有，除了好看这一个优点，其他都没啥卵用，积水积灰难清理，还浪费材料多花钱。小东建议卫生间做壁龛，其实优点还是比较多的，合理利用卫生间死角，增加储物空间，洗浴用品拿取方便，不占地方。但壁龛一般都是包下水管顺便做的，不建议单独砌墙做，尤其是面积小的卫生间，还不如装置物架实用，性价比高。在小东看来，装修没有十全十美的，不管是哪个装修决定，都会有各自的优缺点。面对不同的情况，大家根据自身的实际需求做取舍，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。新房装修完，剩下的工作就是购买家具、家电了。不可否认，在家电的选择上，往往是越大越好用。比如大尺寸电视、大容量冰箱、大套数的洗碗机等等。虽说在价格方面也许会略贵一点，但后期带来的使用体验感却完全不同。但是有一说一，对于选择家具却不是越大越好。比如本期分享的这5种家具，建议你买小一号的，反而会更实用。1. 卧室床，大床任我滚，睡着自然舒适。
但我劝你，对于卧室床，切勿盲目贪大。要知道，现如今的户型设计基本上都是厅大卧室小，甚至有些160平方米的大户型，客卧、次卧的面积也仅仅在15平方米左右。如果咱们一上来就选择个1.8米或2米以上的大床，那么后期的衣柜、书桌、床头柜就很难布局，即使勉强摆放下，过道也会变得很拥挤，房子住着也会很憋屈。网友艾特兔兔语：太尴尬了，次卧床买大了怎么办？放下床之后，次卧满满当当的，现在衣柜门都打不开了，电脑桌更是放不下，人也不好走。网友艾特黄一婉儿：糟糕，床买大了，房间目前只能放下这一张床，床头柜也没办法放了。没办法，为了方便走路，只能干脆靠墙，起码衣柜这侧能留宽一点。小东建议，对于次卧或小卧房，即使1.8米的床能放得下，我也建议选择1.5米的，这样不管是床头两侧还是床尾过道，走路都非常方便。强行买1.8米以上的大床，会让房间变得很小、很拥挤，住着也压抑。2. 床头柜和床同理的还有卧室床头柜。过去装修，床头柜几乎是卧室的标配，床头两侧左右各放置一个，但其实床头柜的作用很单一，无非是为了装饰和收纳小物件，即使不摆放或是只摆放一个，也并不会影响日后的生活。但如果买大了或者强行摆放2个，就会导致出现和衣柜柜门打架打不开的情况。网友艾特导弹菠萝：天啊，柜门被床头柜挡住了，怎么办？量尺的时候失误了，没注意床头柜的边框还长了一丢丢，结果柜门打不开了。小东建议，对于卧室小的家庭，如果有床头柜的需求，建议用小推车或方便移动的小边机代替，既满足功能，又可以解决与衣柜门冲突的问题。3. 沙发。客厅是一个家的脸面，所以总有一波人会盲目的认为沙发要足够大，才让家里显得够气派。有些博主家光是沙发就占了客厅面积的2/3，真是夸张。放眼望过去，全是沙发，看着就很压抑，让人喘不上气来。说实话，这样的大沙发布局，可供孩子的活动空间都没有了，除了显客厅拥挤，日后的卫生难打扫以外，没一点好处。网友艾特潇潇雨洁：我家沙发买大了，就这样勉强用了几个月，现在越看越觉得累赘。这几天狠心把单独一个舍弃了，空间感立马就有了。网友艾特萝卜墩：后悔沙发买大了，几乎占满了整个客厅，定制的还退不了，运费成本太高了，只能勉强安慰自己，半躺着确实舒服，找一点心理平衡。小东建议，对于沙发的选择，尺寸上尽量不要超过客厅面积的1/3，长度建议取背景墙的2/3左右，或者减去1至1.2米最佳。两侧预留一些空间，不仅活动方便，还可以用来摆放落地灯、绿植作为装饰，来提升客厅的颜值。4. 客厅茶几。除非你在家里经常待客，或者平时好喝茶，对茶几有执念，否则客厅茶几要么干脆不买，要买也要买小1号的。客厅摆放个大茶几，就给你个堆放杂物的理由，什么零食、饮料、喝水杯、玩具、杂志、小剪刀，各种杂物都随意的丢在上面，除了占用空间，显家里乱，没任何好处。此外，对于有小孩子的家庭，小朋友的活动空间也不足了，平时在客厅玩耍还容易造成磕碰，所以茶几尺寸太大，不仅不实用，还会给生活带来很多不必要的麻烦。网友艾特搬砖头的女汉子：听劝，茶几千万别买大的，看看我家情况就知道了，为什么总是这么乱，每次收拾完保持不了2天。网友艾特阿林记：家里有了娃之后，客厅就变成了他的活动场所，越来越觉得以前买的大茶几好鸡肋，上面全是小孩的玩具、书本，每天都是乱糟糟的，实在受不了了，准备断舍离，直接丢掉了。小东建议，对于客厅的茶几，如果实在有需求，建议选择小圆机或小方桌，既能代替大茶几功能，又不占地方。如果是有宝宝的家庭，可以选择在沙发旁摆放边机，或者是可移动的收纳小推车，用来收纳水杯、纸巾盒、遥控器，尽量让沙发前留出足够的空间，供小孩子玩耍活动。5. 餐厅餐桌。很多人在选择餐桌时，都会不由自主地倾向于往大尺寸上买，心里想着平时不仅能当书桌用，就是亲朋好友来家里聚餐，也能坐下更多客人。我承认大餐桌确实有一定的优势，但餐桌尺寸也不能一味追求大，还是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选择，才更适合使用。否则餐桌一旦买大了，就会把餐厅空间塞满满的，既影响行走动线，也会显得过于拥挤，那就得不偿失了。网友爱的天真不信谢，买餐桌之前没做功课，买了 1.8 乘以 0.9 的尺寸，想着大餐桌好用，结果到货放家里才发现真的好突兀，退货成本太高了，只能先用用看。
网友艾特冰镇柠檬丸，姐妹们，买餐桌千万别贪大。比如我家客餐厅面积比较小，本来放个1.4米的餐桌正适合，结果我嫌小，非要换个1.6米的，结果靠墙走路时还得侧身才能经过，退也不现实，只能将就用，太憋屈了。小东建议，如果餐厅大，家庭人口多，建议选择圆形餐桌更适合。对于方形餐桌，如果是3口之家，其实选择1.4米的足够用了。但是不管选择哪种餐桌，都要记得给餐椅预留60公分的活动距离。当然，如果餐桌两侧还需要过人的话，至少还要再加20至30公分，这样空间才更舒适。总之，对于以上5种家具，真不是越大越好。一句话总结：选择合适自己的更重要。